嘿，我的小伙伴，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时下全球心理健康水平都在大幅下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致力于创作出比以往更多内容的原因。感谢大家加入我们的旅程。知道和一个人有创伤联系意味着什么吗？大多数人会错误地认为是一个人过度分享创伤经历，但实际上创伤联系被定义为是众多有毒和虐待关系之一，这也是我们发现自己无法离开他们的主要原因。创伤联系指一个人对他们施虐者有很深的情感依附，这种依附更可能发生在那些在过去的关系中有过虐待、剥削或情感依赖的人身上。创伤联系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对另一个人的爱和承诺。这支影片就来说几个要注意的迹象，这几个迹象会告诉大家，你所经历的不是爱，而是创伤性联系。一、对方外表迷人。当然，如果可以选择，没有人会愿意选择和一个虐待自己的人谈恋爱。然而，问题是，有毒的关系并不是这样开始的。通常，只有已经经历了虐待，才开始意识到有些事情是错误的。如果一个人外表迷人、甜美、有爱心，看起来也值得信任，谁都可能会和他建立一种创伤性的联系。但不要被愚弄，在这一切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更邪恶的东西。二、他们的情绪是不可预测的。你可能会问自己，为什么人们一旦意识到这段关系对他们不健康，还不干脆离开呢？但问题是，与你只看到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创伤联系相比，在近距离接触创伤联系时会更难被发现。这是因为施暴者往往也会在情感上操纵别人，他们可能会虐待对方、贬低对方，只为向对方表达善意、道歉和第二天改变的承诺。这是一种积极的强化，让对方再次动了对自己可能有任何想要离开他们的心思。三、他们倾向于把他们的问题发泄在你身上。回想一下自己的伴侣、朋友或家人，最近一次听到坏消息或遇到问题时，他们通常是如何处理的？即使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也经常被他们猛烈的抨击，拿自己出气吗？他们可能把你留在身边作为心理沙袋，而你应该得到更好的对待。四、他们把你和你爱的人隔离开来。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有一个人想要他们全部属于自己，并嫉妒那些你花时间与你在一起的人是甜蜜的。但爱一个人，想要他们一直在身边，和积极的把他们从他们生活中的其他重要关系中隔离开来是有区别的。这个人会因为你花时间和别人在一起而生气吗？他们有没有试图控制你和谁在一起，或者让你远离你的朋友和家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危险信号。五、你否认或最小化他们的虐待行为。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创伤联系可能对你和你的行为产生影响的所有方式。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处于一段破坏性的关系中，最明显的迹象是会发现自己总是试图否认或最小化别人的错误行为。我们忽略了他们对我们的所有虐待，通过说不，没有那么糟糕，真的，或者我不介意，因为在那一刻我们更容易忽略它，而不是面对一个可能是可怕的、残酷的现实，和你在一起的人正在虐待你。六、你会不断为他们找借口。当你不能再否认或最小化别人所做的事情时，家人或朋友会说他们对你那样做不好，别让他们那样对你，而你仍然很有可能试图为他们找借口，为他们辩护。有时你甚至会发现自己活该受到他们的虐待。一旦你开始这样想，这就成了一个关键的迹象，表明你处于创伤联系，而不是爱的关系。七、你的情感越来越麻木。有没有注意到自己最近感觉越来越少，好像很冷漠了，情感上很麻木？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在潜意识里，这是我们的大脑应对所有虐待的方式。这些虐待来自于你的创伤所关联的那个人，你无法承受更多的痛苦、恐惧、愤怒或心痛，所以你把自己封闭起来，远离所有的情绪。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再像以前那样充满活力、健谈、有很强表达能力的原因了。最后一个迹象，八，你对别人隐瞒你们的关系。最后，但也许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开始对周围的人隐藏你们关系的某些方面，
而且你心知肚明，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因为不然你为什么要积极的试图掩盖你们之间的糟糕关系呢？对虐待重要的另一方忠诚是创伤性联系的特点，所以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变得有戒心，甚至会被其他人试图干预你的关系并帮助你的行为激怒。你有我们在这里提到的迹象吗？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被虐待的创伤性联系羁绊，今天就毫不犹豫地说出来，寻求专业帮助。如果你需要联系有关部门，他们也可以帮助你。你在这支影片中有所收获吗？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们。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您都能收到通知。如果认为影片对朋友也有帮助，就分享给他们看看吧。参考文献在资讯栏。一如既往，感谢收看，小伙伴们多多保重，下支影片不见不散。